2023年5月，我入手了魔方家的第一款玩具，也就是这个小吵闹。那在这1年期间，我给他的兄弟姐妹们以及兄弟们拍了小剧场，拍了节目，也拍了写真。那么今天我收到了他的亲儿子，也就是这款 MP 级别的吵闹。那这款吵闹的表现和素质到底如何？跟鸭蛋一起来看看吧。那对于一款大家还没有上手摸过的新玩具，我也会尽量展示它的原本素质，给大家提供选购参考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人形。人形身高约20厘米，加上炮筒，身高达到了24厘米，体重达到287.2克，擎天柱体重377.6克。测量之后，吵闹比擎天柱轻90克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不过从视觉上来看，吵闹比擎天柱体积上小了1圈，再加上没有配重，那其中的原因，我猜测是考虑到合体后摆造型，让齿轮不要受太大的压力，所以没有合金配重。而且脚板和护腿也有配重效果，重量达到191克。鸭蛋认为呢，金属部件在玩具制作成本里并不算高，它也确实能让玩具更有分量感。不过具体加不加还是要看它的功能需求。这就好比在不同情况下，齿轮关节不一定比轴承关节要好。说到脚底板，我发现脚底板有3处齿轮，一个是脚尖和脚的主体，这儿是连接杆有2处齿轮，还有一个是接地根部这儿有1处齿轮。那可以看到这个齿轮的卡位它其实是非常紧的，那么我对合体之后整体的稳定性是不担心的。我发现有一个情况，脚踝这里完全回去之后，齿轮关节它是有一个弹性的，它这一个零件它不能完全卡到里面，但是呢，如果合体之后有上升的重量，是可以把它压平的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个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主体的齿轮。主体一共有3处齿轮关节，分别是大臂、大腿还有膝盖。我们先来看大臂，可以听出来大臂的平台它是拨片齿轮，然后它齿轮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，几乎没有什么虚位，声音比较脆。那然后就是大腿的齿轮关节，大腿侧台，力度它还要比大臂的力度要强一些，但是我有一个点想说一下，大腿的侧台，我觉得它的虚位是有点大的。我们来看一下 MP 吵闹的齿轮关节，定位感很强，没有虚位。如果这款吵闹能做到这样的齿轮，我觉得非常的加分。因为魔方的吵闹在变形的时候，它需要双腿打直，那就导致你需要往这边多掰一个卡位，它的腿才能回到正位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它膝盖的齿轮，膝盖的齿轮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，它是以轴承为主，齿轮为辅，这样呢，轴承的摩擦正好把齿轮的虚位填补了，真正做到了指哪打哪，毫无虚位。那我个人感觉呢，如果大腿根部能把它的侧台的轴做得更紧一些，跟它的齿轮关节配合，把玩手感会更好。那这么来看，吵闹膝盖的齿轮关节手感流畅度会好很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之前也提过，这个大柱子的，哎呦呦，哇，重新来吧。讨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之前也提过，擎天柱，你能不能补？哦，对，因为你手臂抬着，我错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之前也提过擎天柱裤裆的归位问题，每次回来我需要用手给它推一下。那么吵闹在这方面就做了优化，把腿抬起来，它这儿是一个腿部是有一个下拉关节的。那如果你想让裤裆归位的话，你只需要把下拉关节也归位，它就可以一起跟着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个优化做得非常的棒。那这个下拉关节的设置呢，不仅增加了它的可动性，还解决了裤裆的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小吵闹，它的大臂根部是一个滑动关节，在人形状态下向后滑，变形时候向前滑。那么这个有个好处，它做了一个可以向前，大臂可以向前弯的一个可动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给大家吹一下吵闹的这一款可动手。我们把手指张开来看，它是双段关节，根部有一个，第二关节有一个，
大拇指呢它是单独可动的。除此之外，这款可动手它还可以做到手指张开，而且我发现它张开的角度和真人手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给大家捋一下魔方在做可动手的3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家早期擎天柱，我只有这个紫色的擎天柱。那这个时候他家的手指，第一个是可以做出来张开，但是张开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。其次，在美型度方面，它手掌的这个弧度是平的，手指也没有任何的高低变化，所以这个手就会看起来比较不协调。那接下来就是第2个阶段，是这款小比例混天豹的手。混天豹的手已经可以做到手指张开的弧度较大，那在这个时候，魔方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去做手掌的弧度，但是它手指高度的差别还有这个弧度其实区别不是很大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3个阶段，就是这款吵闹的手。到了吵闹这里，它手掌的弧度做得更加明显。那考虑到模具问题，它每个手指不可能去单独开模具。那关于它做手指高低错落的差别，就只能靠这个弧度来区分。那可以看到，现在5个手指高低错落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我们换个角度，从背面来看，它这个手的线条呀，手指的美型度配比呀，非常的好看。那圣司机震荡波的手呢，也是做到了全指可动，手指可以张开，它甚至是比混天豹指尖这儿还多一个关节。但是这个手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因为是拼装嘛，它的把玩的放心度其实是不如混天豹这个手那么放心的，在把玩过程中呢，也会担心掉键。那魔方混天豹的手呢，和86龙的手比例非常的接近。不知道这个手可不可以单独售卖？我想买5个给我家龙换上。吵闹这款手是我目前所有玩具里面综合素质最高的一款，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款吵闹还有一个关节优化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炮台做了一个拉出关节。这个拉出关节，一个是在人形状态下可以不干涉腰转，那小比例吵闹在不调整任何情况下的腰转，你看，那这对于尼龙材料来说呢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可以直接用它的韧性转过去。但是这个对于上了漆的玩具来说，这样的话就会有刮花漆面的风险。而且呢，大比例的吵闹用的材料比较硬，所以它加一个这个外拉关节，其实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还有在坦克形态下，因为没有上漆面，可以有一些摩擦旋转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这个上了漆面的坦克形态，这么没有拉出关节旋转的话，会对漆面造成一定伤害。放大之后的吵闹还是有空间做这样一个拉出关节。美型方面呢，与小比例一致，主打的都是记忆还原，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了优化。首先呢，是正面胸口的2侧凹槽，这边和这边大比例呢这个凹槽取消了。然后就是大腿正面固定炮台的2个凸起取消了，这边和这边大比例的是没有的。小腿正面的圆盘里面增加了细节刻画，小腿外侧增加了挡肉零件，大腿后侧的空洞减少，脚后跟改为了油筒设计，参与变形。所以2个武器也不一样，小比例自带油筒，大比例的油筒放到了脚后跟，而且还增加了持握玩法，持握力度也相当不错。本体的塑料比较厚实，硬度也足够，关节还是尼龙材料，增加韧性，水口毛边控制得很好。漆面看起来油亮的，漆面较厚，附着力不错，轻微的摩擦磕碰没有出现掉漆情况，涂装较为精准且均匀。小比例呢，我们可以漫不经心的去变形、去试错，因为它没有全涂装的漆面，再加上它的材料也是比较有韧性的。那现在放大到了 MP 级别的，它不仅材料也变得更硬了一些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在变形过程中会不会有漆面被刮花的风险。
手臂弯折90度，把手调整成握拳状态，注意大拇指要放下去。打开下面盖板，旋转手腕翻进去，扣上盖板，再把手臂打直，轮胎旋转到一个方向，推回去。这边同理，手臂弯折90度，不弯90度的话，这边是没有空间打开这个盖板的。旋转，旋转进去，扣合盖板，打平小臂，旋转，缩回，翻开头部，平抬胳膊，避让空间，打开胸部，翻下前挡板。这个地方是个双动关节，所以呢，往外翻胸的时候稍微往上提一点。这边也是，拿出车头，松开背后炮台，拉杆拉直备用。腰部拉出双段关节，避让一下，旋转180度，再放回去。这儿有2个点，一个是这儿的凸起要对应这儿的凹槽，还有一个是滑杆要往里面推，推到最里面，里面指头往上顶，打平。收纳头部，折进去，推一下，把胸往上拉，胳膊放平，这边也是胸往上拉，胳膊放平，保证侧面的这个双段关节是拉直的，然后把胳膊双段关节往前拉，这边也是往前拉。这边有一个凹槽，下边也有一个凹槽，对应这个圆的凸起和下面长方形的凸起进行扣合。接下来变腿，先抠开里面的这个盖板，抠松，把脚翻下来，转回去，油桶进行一个转换。这儿有一个凸起，对应这个凹槽，扣合，脚尖转过来，打开侧面的这个盖板，可以把这个零件拿出来，把脚翻下去。这儿有一个凸起，可以对应这个凹槽，给它扣上。抠开侧面挡肉件，转到这个斜面角度，把前面这个零件给它收回去，松解履带。这个凹槽上会有一些漆痕，导致履带和这个主体之间特别紧，你们到时候可以打磨一下。然后我们要把履带旋转180度，但是被后面的零件挡住，没有关系，转到正面，这儿是有一个轴的，这个盖板你要松解一下，松解之后这样可以转，转出来，把里面的零件先拿出来放在这儿备用，把这个履带旋转180度，旋转180度。正常来说，它这儿是可以扣合的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。这儿是个双动关节，转到正面，把双动关节拉出来，看到没？这儿有一个零件，再往外拉，拉成这样。这儿有一个小的车尾灯的零件，给它拿出来，再把双动关节放回去，这样放成这样，不用完全放回去。然后把这个卡扣再固定。然后我们把它横过来，把这儿翻平，把里面零件拿出来，再翻出来，这样我们转到这边，可以看到这边就平了。平了之后，再把这个双动关节给它放下去，因为这儿是一个阶梯式的，你如果不先翻这个，先放这个就放不过去，放平，稍微调整一下。那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收纳膝盖中间这个片儿，先把这个片儿翻进去。再把它放在膝盖这儿打平，把这个往上放，这个小片打平。其实小比例的这个抬起来的小片儿，它是没有折进去的，这儿是一个空洞，直接就穿过去了。但是大比例这儿进行了一个优化。接下来，首先把腿打直，再往里推一个卡位，然后我稍微转一下，这个腿这儿是一个双段关节，要往后这样去推一下，推成这个角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要给这儿有一个折叠片，往下折叠，腾出空间，这个样子折下来放下去，放成这样。刚刚我不是往外转了一下，我给它转正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收纳侧面，把这个挡肉件放在里面，把它这样放，腰打平，形成这样的一个组合。其实呢，坦克的一半也就初见雏形。扣合这个地方，
还有底部的履带也给它进行一个扣合，调整腿部、腰部，给它挂住。前面这儿不用动，我们来变另一条腿。这次我们先变脚，把脚翻下来，把这个小零件翻进去，把脚尖转过来，把油桶翻折一下，这儿有个凸起，转一下，翻到这个对应凹槽，扣合，抠开大腿内侧盖板，抠松，打开这边，松脱挡肉件 ，OK， 也是折到这个角度，解锁履带，就像刚才一样，履带要翻折180度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因为有这个零件遮挡，那么我们把这个零件折90度，拿到一旁，翻折开，备用。这样我们可以转过来，把履带进行旋转180度。旋转完之后，这个时候不要着急扣合，这儿有一个双段关节，给它拉起来。这个双段关节的设置就是为了给这个尾灯收纳做一个避让。拿出来之后，先放在这里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扣合履带。哎，你怎么自己跑回来？再不让回去。回去之后扣合履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装甲的片儿给它片片翻折出来。转到这一面，翻折好之后，再去收纳这个双段关节，把脚底的这个片儿翻折出来，把脚放平，收纳这个片儿，折折折，大腿的双动关节往后拉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大腿给它归到一个正位，因为这儿还有空间，到这儿不好归位，可以往下放一些，给它放成一个正位。那从这个面看，折进去，收纳这个，把这个放在前面，把这个扣上。接下来先把底部进行一个合并，对应的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凹槽，所以这两侧都要先给它对应好。对应好之后，再扣合后面的卡扣，进行一个捏紧。捏紧的同时，两腿中间的卡扣也能扣住。最后呢，合并这两边，给它OK， 记得把炮管拉出来，它才能抬得起来。这就像一把钥匙，把大炮记得给它搭载上，增加战斗力。最后是这把枪和小比例的枪是不一样的，取消了镂空设计，更显饱满。那我们也给它搭载上，战斗力提升。OK， 吵闹变形完成。变形逻辑非常清晰，如果做好变形顺序是不需要用韧性变形的。我手里这只吵闹已经变了7、8个来回，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出现关节损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前抬腿的时候要把侧裙甲微微打开避让，不然就会出现大腿根部漆面磨损的情况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变形手感与小比例完全是两种体验，把玩乐趣并没有打折扣。反而有一些小的翻折结构放大之后更加顺手，不论是人形胸口压缩，还是坦克侧裙甲的展开，变过多次之后依然有愉悦感，载具还原度非常的高，单看坦克已经算得上一个非常不错的模型。炮台底下有2个空洞，不过我相信以魔方片片包裹的能力已经是妥协的结果，如果能做2个补肉件，我觉得会更好。这样我既可以选择一体变形，也可以在载具状态下增加完整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和小吵闹的差别。灯光增加透明件，探照灯增加灰色涂装，前侧圆盘装饰小比例为凹陷，大比例为凸起。炮台上增加了一些细节刻画，车两侧增加扶手刻画，侧面装甲更为整体。炮台两侧的小炮增加细节刻画，炮台前侧取消这个小正方形，应该是考虑美观性。油桶与武器分离，直接是在坦克身上。坦克形态是有把轮子做出来，但是推车不是很丝滑，而且自带音效。我感觉履带刻画比较浅，如果再深一些，立体感会很强。
不过真履带就不要想啦，炮口的插孔比较迷惑，应该做成5毫米的。我一堆特效件，没一个能安上，安不上。然后经过我的多次尝试，我发现唯一只有它能挂上。这是一个和平之塔，它只能制造棉花糖，不能开火。我发现魔方对于特效件方面好像并不感兴趣。那对于想去布置一些场景来说，还得另找特效件。那希望魔方以后在特效件这方面能出几个玩玩，或者把炮口做成跟现有特效件一样的直径啊。合体形态的方法和小比例是一样的。我相信很多小伙伴想知道混天豹的高度，鸭蛋给你们预测一下，我们已知金宝大力神高度约为54厘米。我把混天豹等比例放大到 MP 级别，由此可以估算混天豹的身高为52厘米左右。齿轮关节比大擎天柱优化很多，不过耐久度还是让人比较担心。但以魔方的售后来说，还是有保障的。我手中这只吵闹经过多次的把玩，关节与变形手感没有下降。那至于以后怎么样，还有待观察。至于是否洗掉 O 叉混天豹，我觉得这要看每个小伙伴的经济能力，毕竟2款玩具的设计和定位都有所不同。魔方追求极致的还原 ，O 叉讲究一体变形。对于我来说，柜子里面没有一款 MP 比例的混天豹，那买新是我的选购准则。还是希望魔方能更加注重齿轮关节的手感和稳定性。毕竟选择魔方的小伙伴，大多数是喜欢把玩和变形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对这款吵闹的选购分享，希望能带给你帮助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下班。